要零基础自学速成一门外语的话，您会怎么做呢？看书的话效率太低，请老师私教成本太高，去上课的话呢，通勤奔波不方便。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在手机上安装一个 App， 随时随地自学。我会首选 Rosetta Stone 罗塞塔石碑。这个公司呢，以其首创的动态沉浸式学习为最大的卖点，不需要背单词，不需要你去记忆这些语法，以最自然的方法来学习语言。多年以来一直是公认的最佳语言学习工具。当年我学法语的时候，就是靠这个 App 入门的。那么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自然也不便宜。不过好在我们找到了方法，可以免费使用这个工具学习外语，而不用担心费用的问题。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会先介绍如何在电脑和手机上设置免费的 Rosetta Stone 账号，然后呢，我们会教您如何使用这个 App 来学习一门语言。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向您展示这个 App 这种学习方法到底好在哪里。OK， 要免费使用罗塞塔石碑这个工具的话呢，我们需要有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目前我相信绝大多数比较大型的图书馆都会采购他们的这个语言学习解决方案，所以记得要问你的这个图书馆咨询，看看是否有免费的罗塞塔石碑可以用。也可以问一下，就是怎么样通过他们的这个图书馆的公共网站，可以有一个入口指向这个免费的罗塞塔石碑的这个解决方案。以我目前所在的这个魁北克省的图书馆为例，他们给了一个页面，在这个网页上呢，提供了一个就是指向免费使用罗塞塔石碑这个软件的一个入口。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链接，系统呢会自动的要求我们输入图书馆借书证的账户跟密码，然后选择链接，系统会在后台完成对于这个借书证账号有效性的一个验证过程。接下来我们需要选择就是同意接受服务条款的这个规定。去到这个界面的话呢，我们实际上已经来到了Rosetta Stone 的官方的一个页面入口。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这个 Rosetta Stone 的话，它会要求你提供你的这个邮箱的地址，然后设定一个账号密码，然后你选择你所要学习的这个语言的种类。其实它这个软件对于中文的支持也是非常到位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涵盖也囊括了这个世界上常见的各种比较大的语种。也包括了比如说英语有中文，就是如果您的小孩需要学习普通话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工具。也包括比如说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这些常见的语种其实都有。当我们看到这个页面出现以后，实际上我们就已经成功的就是完成了系统的这个设置，可以开始学习了。只需要选择启动 Rosetta Stone Foundations，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我们选择的目标语言。它会要求你提供一个赋予它使用麦克风的一个权限，因为它会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想要听到你对于单词怎么样去发音，怎么样去纠正你的发音的问题。去到这个界面的时候，在我们正式开始学习之前，它会要求我们设置你目前正在使用的麦克风，然后我们选择你自己默认的麦克风有没有问题，然后选择开始，然后你说1、2、3、4、5，麦克风检查成功了，然后我们继续。OK，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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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 fille. Un garçon. Une fille. Un garçon. La fille mange. La fille boit. Le garçon boit.
Le garçon mange. 正如您刚才所看到的，就是罗塞塔石碑，它跟传统的一些外语学习方法不一样，它不会一上来就给你发厚厚的几本单词词汇书，或者是让你死记硬背一些语法规则。我们在罗塞塔这个工具当中使用的是动态沉浸式的这种语言学习方法，它模仿的是一个儿童自然而然学会一门语言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会通过给你展示不同的一个图片跟场景，让您在这个没有任何外部指示的情况下，自己能够领会一些单词跟语法的区别。比如说在这个法语的学习过程当中，他先告诉您就是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分别是怎么发音，然后他会告诉你说男孩子跟女孩子分别是在吃东西跟喝水的时候是用哪个动词，所以他会用这种方式呢来让你领会不同的词汇以及不同的语法的一些规则，包括 la fille mange la fille boit 或者是 le garçon mange 跟 le garçon boit，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搭配的这个男生跟女生前面的这个冠词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会通过反反复复的重复，让你选择不同的这个图片对应的这个听跟说呀，跟这个语法规则，来让你牢牢的记住这些词汇、这些语法点。所以我们其实要学习的过程就是相当的简单，我们不用想太多，只需要跟随它的这个步骤，跟随它的这个节奏，一步一步往前，就是保证每一天你定时给自己1个小时、2个小时完成一节课保证这个你跟随着系统要求去学习开口说，学习发音，因为系统会纠正你的发音问题。所以其实对于一个想要入门某一门语言来说，我觉得 Rosetta Stone 是非常好的，因为它会帮助我们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掌握了一门语言。当然它也有一些常见的一些设置比如说你可以设置一下你自己的扬声器的音量然后选择您自己的这个是小孩还是成年人，然后练习的难度你可以做一些必要的一些修订，也包括在课程这边你是他会在后期比如说考你怎么样写一个单词，要不要区分大小写，要不要因为尤其是涉及到法语有不同的一些发音符号，要不要区分对，这些都会有一些简单的设置在这边。 Une fille. 然后它也有一个关于你整个课程学习的一个 overview， 就是大概你要学习一些什么礼貌用语怎么样外出就餐出行健康安全我们想要随时随地通过手机来学习一门外语的话呢，需要首先在我们的手机，不论是苹果也好，或者是安卓也好，或者是你的平板上面也好，安装好这个 Rosetta Stone 这个 app。 我们安装好之后打开 Open如果是直接Open 这个 app 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享受免费使用这个 app 的这个便利的。所以同样的呢，我们是需要先回到就是之前我们去到图书馆给我们的那个网页的页面，在这个页面上它提供了一个连接，打开这个按钮的话呢，系统就会带我们来到图书馆的这个登录的入口，验证我们的这个密码。一旦我们图书馆的这个借书证的账号验证成功了以后呢，同样的它会让我们接受这个服务条款，我们选择接受。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刚刚的这个界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这个界面已经创建了 Rosetta Stone 的这个账号跟密码，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选择 Sign In 就好了。同样的，我们选择法语来学习。
来到这个页面，我们只要选择 Launch Rosetta Stone Foundations， 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我们的这个时候呢，系统会自动打开我们刚刚已经安装好的这个 Rosetta Stone 的这么一个 App。稍等片刻呢，我们其实就看到它已经把我们刚刚就是通过网页学习的一个进程呢，同步到了手机上面。我们选择 Continue 的话， Une fille. Une fille. Un garçon. Un garçon. La fille boit. La fille boit. Le garçon boit. Le garçon boit. Le garçon boit. La fille mange. La fille mange. Le garçon mange. Le garçon mange. 所以，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这个工具。另外的话，很多人会说，那你提到说通过手机 App 来学习，那你为什么不提这个 Duolingo 跟这个 ChatGPT 呢？其实我对于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Duolingo 其实它也是帮你入门一个语言，但是很明显我觉得它的这些内容是稍微显得这个简单了一点，而且我更喜欢这个 Rosetta Stone 的这种动态沉浸式的这种学习方法。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学习一门外语的方法是进行一个比较系统的学习，在不知不觉当中入门了以后，然后使用 ChatGPT 来单独辅导我们，提高我们自己，比如说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口语提高我们的这个听力，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所以它更适合来辅导你。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任何基础的话，你想用 ChatGPT 你是很难比较系统的来入门的。我稍后会单独出一个视频，就是详细介绍如何利用 ChatGPT 的现有一些功能来帮我们提高外语的听说读写的能力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这些内容。当然了，学好一门外语呢，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选对工具，加上海量的这个学习资源的话，能够让您在这条路上走得更顺畅一些。我在之前的一些视频上也分享了如何去获取一些免费的外文电子书外文的有声读物，然后一些各大媒体的报刊杂志的资源你也可以去到我的频道，然后找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来观看。如果我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分享给您的朋友。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